看龙吧，典型的明代的龙。这是白猫，得多大？我估计破49的时候破坏了，就在这，我觉得。正端。这写着嘛，是吧？大明成化年。我这越来越对这个大爷这个深信不疑了。这段时间说身体不好，家里有个活宝，给你拿上来。这俺那个老爷是在河南没有啥叫话，叫杜氏，叫朱正光啊。朱正光，分家小婚姻，俺那个老爷叫朱氏。你大概是第多少代20多代还多呢。20多代。中间呢，小娃风筝郑永秀这伙30岁30多代。我如果从朱洪武算的话，我觉得最少得30代。30多代，你没看看背影，都在写了这。是。看都没给看头病头走。哦。在深开完以后，你转到这来都要看。哦。有人说你呀，说这都过成了，你就光吃那种。可能就是口药吃什么玩意儿。打摘汁，一个月打摘汁。哦。说是1500。再喝上800，我就欢喜。是。还包小一半，还那边。哎呀，您能好了就挺好。这个到年纪大了，身体好才是最好。行了，大哥，你把你那个宝贝拿出来我看。什么？这人什么了？其实以后啊，我也妈琢磨的。哎，那是我说错的。人你说是为了我，你说什么成天，他那个气儿，还得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我还没有了，您的爷爷辈上留下来的。老爷爷。老爷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10几斤。有的叫麒麟是什么？咱都不知道。哎呀，搁了一千岁，不同行业么子，2.5斤。这个真是就是说，朱正光我多次王爷，他是你认识那？说那什么这个，你给我打电话来，你肯定想卖，那你给我说个价，我看看合适，我就拿。其实没事，我这都是自己人。少一半行不行？少一半我现在给你拿。这不是个小钱啊，是吧？哎呦，我跟你说，这真是，你现在说实话吧，有钱的人是10万元穿上去有的是，咱个老百姓啊，就都是好东西，真是。说这样行不行？给我1天时间，我到时候我给你信息，行不行？啊，行。说，咱还是说这个是说咱便宜2成。行，我跟你说，哎呀，我从来不，要不这个，我还真这个我说不来也可惜，不到这个程度。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到时候我给你信儿啊。你好好注意身体。那行，那俺先撤哈。好，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没有认知，这一般为皇家御用居多。这个东西也不是狮子，也不是麒麟，叫鹿端啊。这个字是个生僻字，最早起源于秦始皇，千古一帝嘛。我这有独一无二的灵兽，然后呢就找人就寻了一个，然后这大臣说把这个东西献给秦始皇，那得有个名啊，这大臣就给起了一个名叫角端。他说那不对，这不好听，他就一个角嘛，所以称作鹿。鹿又得谐音福禄有余嘛所以就变为这个鹿端了。从那以后呢这个东西就是说成了半军兽。你看咱们现在在故宫博物院的太和殿太和殿里就有2个鹿端，一边一个。你看我刚才把头能翻开吧，它里边是熏香。鹿端古书里边有记载说，日行18000里，始终伴明君祥瑞之寿所以说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但是大爷开的这个价也是
让我很纠结，所以说呢，也没法一下子满足它。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这个多少钱呢？这500块钱一条啊，100块钱。这个我都不好意思给你讲价。别说这个，100块钱呢，绝对得拿着。我直接抱着。结实，别这哪个啊？我刚才听着哐啷哐啷，但现在弄不开。你现在怎么弄都弄不开，回去搞。你说这东西值不值？你手工费100块钱也没人给你弄。其实我说了，古董很具有性价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它的性价比到底源于哪里呢？就流传过程中便宜卖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那时候的人力物力完全可以不计了。当然这都是柴木的，咱说的柴木也是优质的木材。但如果这个是黄花梨紫檀红木那这些东西就天价了，可能就翻出几百倍。这半天了，这老哥，合着就是说半卖半送了，他也不想往回拉了。要不然的话，你说你100块钱能买得到？现在不知道能听见吗？但是听不很清楚啊，就是发闷的一种东西，里边肯定有东西，还特别沉实木的。刚刚也没说，那这到底是个什么呢？其实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存钱罐或者说相当于古代的保险柜这个地方在过来都有，这地方是有机关的刚才有几个哥们儿挺好玩，在那弄了半天也没打开，其实冷简单里边有一把暗锁照一下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地方。然后我找了一个工具看哎，拽，把它往这拽，看吗？哎，把它往这拽，还真弄不动。古代这个什么？就地取材吧，就这个位置看，就这么简单，看见了吗？信不信能打开了？再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看吗？哎，相当于门栓的结构，这就是古代的保险柜。哇，有点脏我操，完了，刚才可能就他在想。拽回来。民国时候的水花瓶。哇，了不得了，竟然是光绪元宝我天，还有一个千万别丢丢。发财了，看见了，光绪元宝，这个我看一下，光绪通宝，这个是假的，你信不信？当时的假的，特别薄那时候就为了省钱，铸造工艺也不同，但是这个也是老的，怎么着都是赚了。聊胜于无吧。其实这一类的东西，大家猜值多少钱吧？我就不说了。设计的非常好，找到我的大钥匙哎，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说跟小哥说古玩长知识这个东西当时是做到这儿，前面是个柜台，有重要的银两钱币往里扔，你说谁能给你偷得走到现在为止刚刚的你看这质量，发现我这体力还行呢，放到我的会所里，100块钱赚到。哇，巨沉的。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关注我，给我点赞吧。慢着点你是有古董是有什么呀？你拿出来我看看吧。好的。这玩意儿还这么样？这玩意儿，我看看。这样子看，这什么东西让我打开了这咋还是的？咋还是一吃这行？
哎呦好，这玩意儿，哎呦，哎呦，这玩意儿这钱，这你从哪里弄的这啊？大运呀！啊？我种的我爹。啊？从地里刨出来啊？哎，对的，他抓是这种抓出来的。但这个东西，不老啊，这不真呀，这不是金的卡。我不懂这不是。注意，不是金的。行，这真不是金的。这能就不行啊？有，是金的，就是说50万我都能给你，我给你腾一下行吗？你别是啊？你啥时候的你看，这是里边都不是黄的了。这玩意儿是真的，外边是么？这不是真的，真的我不就要了吗？这玩意儿是假的吗？假的。哎呀，你真是要不要？我没法要啊，说。给多少钱？你看呗你。但是这个是假的，我没法拿。我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啊？就不值钱了。不值钱，它就是个合金的现代的东西。你看我是啥的？你看，还不一，就你自己一个人过。哎。夜半风雨声，你看我这，你看，谁在立秋之后雪藏来叩门？这样啊，不是，您拿着，不是，这个就当什么，就当给您买点东西，这个东西我也不能拿，买，因为它不真，我没法买。这个我就是给你的，我不能要，我也不会坑你，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我收到别的再说。你不用说，你也不用出来了，你身体不方便，你把钱好好放好了啊。别出来了，我送你，我扶着你，我。虽然最终都还前路漫漫雨纷纷，谁在痴痴等？忍气心头千般恨，不做负心人。我跟你说这个情况，你是不是想要他那个元宝啊？他那是假的呀，假的这个头今年被人家骗了，他的身体好好的时候，他上坡跑地壳，一个外地人过来，外地人过来从那地弄出来个元宝，说没有路费了，回来他得取这个元宝，让他拿点路费，他说好了还好多么好鉴定的，别人鉴定过，这个他很实在，听别人话的，把他鉴有点钱还从亲戚朋友那借了点从那以后一直没回来，不长时间就闹血栓了，人都很好，但很可怜。收藏啊，收的是人情，藏的是故事啊，学习的是历史，欣赏的是文化。所以说啊，在收藏的路上啊，我们能遇到好多的事情，可能是人生当中一段非常值得回忆的事情。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关注我。路漫漫雨纷纷，谁在痴痴等？忍气心头千般恨。感谢你了，哎，我明儿给你买点么哥。哎，大龙给我打电话，我过来，我正好走着走，我过来看看。
这下当哥，我这些什么我。冷不冷啊？冬天在这？为这我把炉子给不给弄好，给总它。是，不是你弄这炉子晚上可得注意啊。那我说不太好。不是，我说注意别有梅毒啊。衣服你还够穿的吗？衣服不少了我。不少了。哎，我来得及，正好有事。哎，我也没给你拿。哎，我这不。你说你平常老给我打电话，我不过来，我也不值200算，就给您再买点东西。哎呦，我靠不得来。我光不差你不占钱，那两盒烟。有什么事给我？那我抽着，我不抽烟，我就有个信主。你拿着。我信主，我不抽烟，我信主，你装。你不抽烟？你上回我记着抽了。戒信主这你戒了？哎，戒了。你留着来个人什么的不行吗？不，我这个不是。这哪是？项链有吧？啊？这个的。项链。项链。哎。小本的。不，这是什么物件？是吧？谁知道我弄不清？哎呦好，这是我的歌，我不认得，我有你这不这捡的都是。好，这我瞅一眼哈。这些我跟你说，这都是塑料的这个。对。塑料的就假冒的珍珠。这有吧？这都是些铁链子。你拿着吧。我不要。我都不敢拿。不，你拿着行，我送给你。这大本有吧？玩去吧。你看这玩还玩的。那行，那这个我留着玩。那些我就不要了，但是也不能白拿的。不。哎呀，我是。哎呦，拿这个200。哎呀，反正我别的呀，我都这成腰板了，那些我就把它上。推多我都没呢。我到这边下来的。麻烦你，哎呦。好嘞。我走了，大哥。过去啊。你快进去吧。今天真是捡了天漏了。这是一颗久远的天珠。我们所知道的最著名的就是李连杰当年在西藏喇嘛寺得道高僧那里收了一颗久远的天珠，据说花了2400万，那么现在的市场估值大概是上亿了。那么我们现在所供知的，也就是说传世的，在西藏大昭寺然后这个释迦摩尼等身像两侧的立柱那都是天价不可估量的价值。那么今天我在这一个石荒大爷这里漏到了一颗久远天珠，仅仅花了200。刚刚我激动的手都有点抖，其实我动的手都有点抖。然后肯定大家又说这小哥又骗老人了。咱们说的比较道代的天珠的话，指的是唐珠，就是唐代的时候制作的天珠，也就是说文成公主那时候入藏的那一批然后这上面黑色的都是不透明的，然后据说是千外来物现在我们广泛认知的叫什么呢？叫这个香石玛瑙这个咱再检测一下。那我们就检测一下。大家看见了吗？这就是染色的玛瑙中间有这种快速的痕迹这个勾都是快速的痕迹，而且是染色的玛瑙。包括这个珠子应该是个料的吧。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我想就没有疑义了。玛瑙其实并不值钱，成本就是10块钱20块钱，跟我上次在这个潘家园买的是一样的。大家看到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人说我又欺骗老人了。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你说大叔给我打了带电话过来也是一份挂念像这种天珠类捡漏的传奇，大家一定不要信，因为真正的天珠一定是就是说老的天珠，咱说的是唐珠，唐代的，而且说是传承有序的，一定是哪位得道高僧身上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那一种啊就不用再考虑了。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晚清民国的啊，也会有一批。我们真正能得到那一种，花个几万块钱能买到，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说我们想找一个久远的天珠，然后还是传承有序的啊，得道高僧一辈一辈传起来的，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沉迷在这个天珠的故事里。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那说你自己卷烟抽，你给我烟，我能拿吗？我抽不了，我抽不了。不是，这里我不是，你这家人，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我不能拿。我真不能拿。不能拿给人家，我真我能拿你烟，我不。这个人年轻的人不能拿，人不让人拿。那天我双手合十，在思考做人的道理。对不起，年少的自己，行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这是家，这个可预算高了，这是大几万的东西，好几层楼这么高，我也拿不了，大几万的东西。就跟这一个，看吧，刚才咱看那个盘，对不对？其实是这种的，里边有一狮子，那狮子的级别跟它不符，狮子是后手的，对。这右下五彩这个东西，这个卖1200，这个比较稀有，对，比较特殊，这是李陵词中的右下五彩啊。咱们所有的彩绘呢都是右上的啊，你看嘛，这都是右上的，你这都是右上的。那么这一个呢是右下彩，哎，湖南李陵独创的啊。这个大约在民国左右。这什么价？1200。这1000能拿到吗？给1150，有点高啊！很多人对这个没有认知，其实这东西，这东西这个好，东西真不错。你看我这哈，但很多人，我跟您说，您放这，如果我不拿，没人敢认。我不说这个，真没人敢认，他会选择其他的，绝对不会选择它，因为都不敢认。他不会懂，所以说我懂的，你就给我价格，就我给您开的价，这个价你绝对有1000。行了，我就拿了，给1100。你看我都买一堆了。行吧，是吧？好。哎呀，第一次跟你合作，他们没人敢认知的时候，你摆那没用。货运有缘人，保佑有缘人。确实，你不是缺点，不干，这是你方向，20个方向，不规定，没人说完。都是看我这啊。我看一下这个块儿。对。其实这种的就是啊，属于现代的工艺品啊，买着玩的话，价格也不高，但是呢都是贴画的啊，不单纯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类的，像这种啊，都是贴画。其实有时候逛街就是这样，真真假假的啊，有的时候买的便宜，有的时候买的贵，所以说呢，我们在寻找古董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定的知识啊。好，谢谢你啊。将心所属这个好在地方那么地摊呢，已然成为了我们群众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文化休闲活动，所以地摊也代表了一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种延续。因为我们最早的贸易形式就是以集市和地摊开始。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关注给我点圆的吗？看着死亡气泡了吗？不看，你看看吗？对，就是圆的呀。看我的小店啊？
这开门不？哎，手头就不行啊。这个多少钱啊？100块钱。就值这个价。给150。对，100块钱。给。对。转100块钱。有一个大一点的，你喜欢吗？不，就要这个，小好玩。乖小狼。哎，有人可能就说啊，你买这个小罐古董，怎么着也得几百上千吧？啊，你怎么能这么便宜就能买到呢？这个就得靠眼力了。别着急，大家跟我慢慢的看，看完以后啊，会有很大的收获。差不多大。这个多少钱？这个1600。1600啊。诚心拿，你看吧，买2只凑个对儿。1400吧，拿着了。给转钱，1400，过去了是吧？过来。行，你不用包了，我直接提溜着。就是这2个罐子。刚才还有个哥们说，小哥你是不是傻？还有一哥们一直跟着我看啊，说这个你100块钱买，这个你1400买，差的太大了，你怎么还买呢？那这个是新的，那这个是老的，那我跟大家慢慢的去讲。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说呀说，新的东西有火气贼光，那么老的东西啊有宝光啊，因为它经过时间啊荏苒了以后啊，宝光内敛，说这种叫贼光。其实呢，这是一种玄学啊，就是说刚刚入行啊或者似是而非的啊，不要看这个，因为你看不了啊，因为有的成色特别好，就会把宝光当成贼光。但是我教大家这个鉴别的点啊，来看一下哈。这个咱从画风上去看的话，感觉好像挺烂似的啊，釉面啊还脏脏旧旧的，疙疙瘩瘩的。其实这个拿把水一泡的话，哎，一清洗也是很干净的。咱看它的画工，非常的飘逸和自然，就感觉那时候的古人这功力都在里边。而且呢，你看这里边的线描的这种感觉啊，包括这个青花吃胎的这种感觉，记住啊，这种吃胎的感觉，都感觉这个青花都吃到胎里去了。只要带这种吃胎啊，咱目前可以鉴定为90%这个东西就比较靠谱啊。然后咱再看一下它的修足啊，修足啊极为流畅。咱说的流畅是什么？古人拿那个竹篾唰一下就炫出来了。而咱看一下新的，没有对比就没有说话权，看见了吗？根本就不流畅，跳刀痕。他在画的时候没有古人那种流畅度，他用竹篾去划的时候，再跳叫跳刀痕。只要一带跳刀痕了，那这个东西就有假的可能了。而且呢，你看策划程度也不一样，老的这个胎质啊，非常非常的细啊，新的啊，反而还相对粗糙。再一个，你看老的这上边还有一些窑封，就窑里的窑裂，这个没有，为什么？一般这种都是电窑烧出来的，温度控制的很好。古人啊，温度控制并不这么容易啊，控制在1300多度。那么你想想，乾隆距今200多年了。那么我们1400块钱买个乾隆的古董，是不是一点都不贵？那为什么我100块钱非得买它呢？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这个青花毫无层次感，层次感非常非常的差，感觉乌七八糟的一团在这儿，并不分离，而且里边的比例感觉非常的柔弱。那你再看这一个就特别特别的犀利。咱来看口，这个口是明显的做旧的口明显做旧的口。那么这个是自然的脏旧。但是这个有时候很难区分什么是自然脏旧，什么是人为脏旧，这个需要长时间的去琢磨。再一个，它的修口明显能看到古人那种捕捉感的那种力度，而现在这个感觉特别的僵。这样一讲，大家就明白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我只给他100，因为我知道这个在景德镇批发就30-40块钱，再加上邮费乱七八糟，他再过来他能看20块钱。如果再低了，他就不卖了。那么咱们给他留一点利润。这个买了100块钱也不亏，是不是？最起码是纯手绘的。那这个就不一样，这是乾隆的。咱们小茶叶罐非常，你看吧，跟小哥学收藏、逛地摊还长知识。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还要记住一点，莫谈便宜不上当，因为这个要才要260呢，不要以为捡漏了。所以我们在鉴赏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大脑去想象，我们一定要见过真的，见过假的，脑子里才有一个判断。
那如果不对比的话，有几个人他能说得明白，是不是？收拾好东西了吗？为什么他？老家具，好家具，好瓶子，不比这值钱。旧电视、旧冰箱、旧洗衣机、旧手机，搬家。你家上听那种打听半天才搁嘞。这不是要拆迁的，我现在卖的。哦，你看看。我听说了。哎。咋不放心啊？那玩意儿是吧？我这真是多少年的老古董了。拿里去。拿里去。好，你不用找我，你不用找我，你不用找我，给我电话。啊，行行。叫你买的。花花梨呀，花花梨。这就是变形的啊，回龙纹，有个罗锅城，有个罗锅的。这都叫起筋呀！你别看就这一点，一般的家具都没有。你看这，都有这起筋啊，还有弧度。那个时候是没有电动工具的，这就叫起筋。马蹄土。你这个，那你想卖多少钱呢？你看看给出多少钱？我听听你的，他们也说。哎，俺不敢让他们看。我这个没法出。那你看最后给出多少钱？你这有找人看过吗？啊？找人看过吗？看过，怎么没看过？也看过，哎。这不瞒您说哈，我也我是喜欢，我专业就是咱干这个的，也是他们推荐过来的，要不然咱也找不到啊。不是不敢往家里，咱有么说嘛？这玩意儿放家里真不放心。咱实话实说吧，遇着好东西啊，我确实也是就喜欢。这个东西我能出个10来万就行了。10来万可不行，这真是多少年老古董。上一辈的上一辈两过。是。能够清代。能够清代这个东西。您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吗？反正我不懂过的，反正是老一辈给的那个东西。那时候这叫禅凳。那时候就是说，你家祖上一定是说挺厉害，就那时候人家就是有学问的人，或者说修行养性的人，坐在上面参禅的，就没事盘个腿坐上面参禅啊，看书啊，打坐啊，这是一个禅凳。就这一件嘛？就这一件。它应该是好几件。就这一件的，全卖的呢。那盘子碗的，全卖的那时候，老人们给的，是。这个桌子没舍得卖。确实是，就这东西木材好。是。人家凳子，你看那还有个老椅子的，那也不敢让你看。你看放起来看那个老椅子。那个不要，那个年份前，那个就是80、90年代的。对。你说你放家又不放心，你卖给我多好，我给这个钱，你买多少家具啊？不行，差太多了。那再说吧，那差太多了。没办法，你这个一定放好哈。行。放好盖住，一般就他们来别让看，这个东西价值不菲，不是说便宜货。对，是。其实不敢让他们看，不敢往家领他们。是。我知道你这要不是熟人推荐，对。你也不敢让人。对。
再保持联系。行，你考虑我回去我跟俺他们商量约束。行，我回去我也筹钱。尽量给您一个合理的价格。行，好嘞，你慢走啊。哎，朋友们，你说我现在回不回去？这个就是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啊，这是故作震惊，因为像这种大楼天楼就是百年不遇啊。这是一个清代的一个黄花梨满车的禅凳，记住满车，这是古董行里专有的术语。有些人说是古董行里的黑话啊，其实不是，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叫满车。记住，满车的意思就是通体全是黄花梨的，没有一点别的木材啊，就整个全是黄花梨做的。知道这个词儿啊？行里人不知道，行外的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满车像这么大的禅凳非常稀有，就是说你在拍卖会上几十万、几百万都是它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啊！一辈子收藏一件就足以啊！这种东西一定是在那个年代顶级的人物啊，或者说家里才能遗传啊，不才能流传下来。对我们古代来说，绝对就是说一种身份的象征。古董行里一直流传一句话，就是说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甚至有的能吃一辈子，你信不信？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我也是就是说做访打听啊，知道他家有个好东西我就来了啊，我想一口把它拿下啊。同行已经留了名片，你说我其实应该现在就回去，我现在回去给的价越高，可能就更多。有时候收获买与卖之间它是一种取舍，确实也是。所以这个东西到不到你手还是两个事，我保持平常心态吧。随缘，遇到这个宝贝，假使我收不到，我都感觉是种缘分。我实话就真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喜欢什么。逛鬼市的乐趣就是在这里啊，有真有假，有老有新。那么这也是古董的魅力所在嘛。你要知道说这地摊上全是新的啊，或者说全是老的，那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更充满着这个神秘感，因为有可能你能捡到漏，当然你也有可能被捡漏啊。那被捡漏的话，只能自己认倒霉。那么捡到漏呢自己有成就感啊。当然这都是在这个有一定认知的能力下。那么我们什么都不懂，如果还企图捡漏的话，那这就有点赌的成分了啊。我们不要这么去干啊。这个产品，这个对比多少钱？你报个价给我。2500，别的吧，不得上路。 2600吧，行吗？6啊，也就是本金出了。行，都这么晚了，给人开个账，我直接转给你。收到了，好的，好嘞，那我这就拿着了，拿着吧。今天呀，我受邀来到了莒国，那么很多的藏友都不知道莒国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年代。莒国呀，距今是3000多年前周朝时候的一个诸侯国，在我们山东的东部，靠近沿海。现在呢，属于山东省日照市。我是受邀来参加日照市羚羊河首届古董文化交流大会。那么刚刚在地摊上买到了一个小炉啊，给大家讲一下。讲完了，可能大家对这个炉啊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炉啊，在我国历史非常悠久啊。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发现了带盖的熏香炉。汉代汉明帝时候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那它变成了一个礼佛的用具啊。当然文人也有因为你在抚琴呀、品茗的时候你都可以焚一炷香，所以又有琴炉之说。放一炷香，身带茅庐，无需跋涉双足之劳，而心驰千里，是古代文人4雅之一。是哪4雅呢？是焚香、品茗、插花、挂花。再一个呢，炉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经常讲香火，香火延绵不断，子嗣延绵不断之意。所以说人们都喜欢说用这种炉。那么咱看这一个炉看它的器型，这是一个筒式炉。那么我们看一下，其实它是一个暗刻缠枝莲纹的。这个莲呀，在佛教题材里就比较常见了。在我们民间讲的话，那属于和和美美那么在民间又讲呢，连生贵子。所以说呢又与香火延绵不绝有关系，缠缠绵绵嘛，延绵不断它那口比较内敛，那么又是一个青色青瓷我们所世人追崇近1000年的颜色。那么在宋徽宗时期就说了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所将来，至纯至美的一种色在宋代的人们的审美已经达到了极致说多增1分则过，减1分则弱。所以说单色又简约而不简单又加上暗刻
为什么用暗刻文去表示呢？它不用青花啊，或者是不加粉彩啊，其实它也就是一种含蓄之美啊，表达了我们东方人的这种审美啊，儒教文化的这种内敛之气。釉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纯净，胎体比较厚重。那么这一种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清中早期一个东西有了文化，也就有了它的内涵，也就有了它的美之处。难怪我们近现代的大家木心就曾经讲过，中国的器物，中国的雕塑之成熟之高雅，一上来就独步天下。所以说跟着小哥学收藏，长文化。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谢谢。我找的这件东西，大家要是买回去以后，发现自己手里有这类似的，估计你们脊梁上都得冒冷汗。这多少钱？200。省了3的。多1分不给。200。因为这个。260。多1分不给。他绝对给，他绝对给我行吗？别走了。怎么样？拿着吧。我看他够本就给你这个双喜棍那个开那个棍多少钱？多少钱的？你就告诉他200多1分不拿。那喜棍那个，我给找过去，给他视频。这个多少钱？他给200，少600不卖人了，他就给200你见了不？那就算了吧。1、2、3，他还得叫我。亲人，哎呀，这压手我手机给你转账过去了是吧？我拿着这个回去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知道他一定会卖给我这里边是有事儿，这个了不得。说完了，晚会儿跟大家讲。大家注意听了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寓教于乐的一堂课。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地摊上说的一个洗罐如果大家也同样跟我一样在地摊上花180、120块钱买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洗子罐的话等我讲完，可能很多人说，哎呦，小哥又捡漏了，200块钱买这么漂亮的一个洗子罐，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这是新的。那么下面我就教大家判断这个东西的辛劳今天看完就能学会，仔细听我讲第一，咱从口开始讲起吧。这个脏过于均匀没有过度摸上去和看上去都有点湿，非常的粗糙摸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做旧的表现。那么表面呢它又进行了湿光处理，你看上去不那么刺眼，好像是一种宝光，对不对？所以很难鉴别。但是大家要注意，这2点可能暂时这种做旧的感觉呢就不容易说去看出来。那么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一招制敌的我教大家去学习。大家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种往胳膊上贴的一种东西嘛，一种贴画，弄点唾沫粘到胳膊上，然后把它撕下来就粘到胳膊上了。我们会发现呢，贴下来以后很多都贴不全，这应该是70后、80后的一代的记忆了吧？那么这个东西同样是，这不是手绘的呀，这都是贴上去的。它呢，先拿一种贴纸贴上去，然后再撕下来，再上釉以后上窑里去烧都是电窑和气窑，所以呢非常快贴上撕下来。为了什么呢？为了省人工。您看嘛，这些地方都没有印清楚，发现了吗？没有印清楚，印的比较淡，这是其中一个特点嘛。其二，看见了吗？这个地方都出现了断层当时就是贴的时候没贴好。因为我们手工画的话，它不会说贴着这再去画的，你会发现从上面找出很多，看吗？这都没贴好的地方都断了。因为手绘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断点的你看吧，它连上边的这种腰斑都给做上了，非常的逼真总体呢给人感觉特别的死板。再一个呢，它没有笔触，笔触是什么？就是我们画的时候的笔触再一个呢，这个胎体也不是拉胚的。为什么说不是拉胚的呢？大家看一下，它这种胎叫灌浆胎，灌浆胎好出现这一种现象，看见了吗？打皱的现象，因为它是有一个模具把这个泥浆子灌进去
它不是手工拉坯的，所以整个这一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品。那么咱们对比一下哈，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老的啊，一对比大家就看出来了，它不是宝光了，它有点污浊的那种光。这一个呢是宝光加上内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啊，这就叫笔触，看见了吗？因为人们是拿手去画的，一笔一笔去画的，那画起来的时候，它这个笔啊深浅就不一样，就会有过渡，有笔触，你看见了吗？您能看出手画的这种感觉来吗？你再看这个，是不是没有手绘的感觉吧？我经常讲啊，我说鉴定啊，一定要从实物出发。如果我们没有实物，只看书，无异于啊这个按图索骥啊。那你这个跟书上说的，那你怎么去区分呀？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张老师啊，小哥，我经常上博物馆，经常看书，为什么现在经常买到假货呢？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好比我们晚上啊爱刷抖音刷美女，是不是？一晚上刷100-200个美女，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你能记住其中任何一个美女吗？记不住啊，是不是啊？但是其中一个美女，如果你跟她处过男女朋友，我相信这辈子都忘不了，你拥有过，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么我手里有一件实物，我曾经拥有过啊，是我的东西，我就特别珍惜，那么我就记住了，对不对呀？这是说看博物馆或者看什么啊学不到的原因吗？还有就是说，哎，我经常我看到一本名著哈，一个大师写的，没有错呀，咱看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写这个书的人，写鉴赏书籍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的，所以说呢，他表达的也是自己对于古董鉴赏的理解。可是呢，100个人呀，有100种想法。我们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如果没有实物，单凭去想象的话，那你这个100个人100个想法，我们不可能跟他的思想正好重合。但是手里如果有一件实物的话，你再照着他的书去看的话，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才能学得到。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鉴赏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件真正到代的实物。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理解，你买了一个假的回去看着书啊，我看着都对呀，啊，有可能玩了一辈子都是个假的，因为没人点你，你没买到真品。大家说是这个事儿吧？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再充分的对比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脏啊非常的自然，是有过渡的啊，你摸上去也不这么扎手。而这一个就明显的，你看这个脏，这两种脏我一对比，你能看出来，觉得这个舒服，这个不舒服。但是说如果单纯看这一个，我们就不知道哪种脏为正确，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比。再一个，你看这个底哈，这完全是修出来的底，看见了吗？非常的硬朗啊，修足嘛，咱说经常说修足，拿竹篾啊一点一点修出来的。而这一个几乎就没有修足啊，这是模具扣出来的，可能当时拿东西稍微一刮。再一个，你看它这个胎质非常的舒适啊，脏旧也不自然啊，这个脏旧非常自然。所以说不管什么都得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们很难去学会鉴赏。有很多人可能学了好几年都没有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一件当代真正的东西去参考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切入点的话，那是不好学习的。你比如说我到博物馆了，哎，我一看，哎，这不是我那个嘉庆的席子罐吗？哦，乾隆的是这样，嘉庆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很容易去学习了。所以学习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真正到代的东西哈，老的东西作为切入点，我们才能慢慢的去学习。我自己掏钱让大家明白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啊。真呀，真东西与脏与新都没有关系哈。你看它哪怕很脏，它不一定是老的。它哪怕很新，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洗去，看着很新，它也不一定是新的啊。就说我们去判断一个东西啊，一定不要根据它的脏和旧去判断。这是人们固有的一个心理啊，因为我们真的假的都没见过，我们凭脑子去凭空想象。那么咱们来说，你不打眼谁打眼？那这个东西都是人为做的哦，我看着挺脏挺旧的，这应该是老的吧？啊，不是老的。那么我看着这一个，哎呦，还挺新似的。有些人干净嘛，都刷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能说这个东西200多年了哦，我刷得干干净净，它就是新的吗？所以说，鉴定一件东西的新老，绝对不以干净和肮脏的程度啊去判断，就是说不以脏和干净为标准啊，要以时代特征为标准。你看这个青花的层次啊，您都能看出说当时那个涂抹的痕迹来，对不对？你看这个有吗？几乎就非常的淡啊，非常的淡。可能也涂抹了一点，但是跟这个来说，它这个青花层次变化太不明显了。再一个，你看这个
这都化工的青花了，完全不一样，没有笔触，对不对？这一节课有点长哈，完全都能听完了，我相信能长好多知识。这个时候呀，需要沉静的心，如果你的心很浮躁的话，也听不完。世上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我们在接受看似枯燥的同时，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当我们完全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大体讲一下喜字罐的由来。据说喜字罐是喜字这2个字是王安石发明的送来。那么上边呢他说一下纹饰吧这种纹饰回形纹其实它是由那龙纹拐的龙转变而来的你看嘛，这回字似的连起来那么下边呢叫缠枝莲。到嘉庆时候你看嘛，缠枝莲带钩子，都跟钩子一样锋利，非常有力度，那么又叫钩子莲。这个喜字也是在嘉庆时候出现的。嘉庆之前乾隆都没有喜字，只有缠枝莲。所以说理论上缠枝莲要比喜字要早一些，这种双喜那么带不带喜字呢，都是那时候非常美好的寓意。缠枝莲呀就代表荷花嘛，和美美之意又有缠枝你看延绵不断它就代表什么呢？福寿延绵不断，然后这个香火延绵不断和美美一生一世这个意思喜事连绵都有这个寓意。那么这一个呢，就是那时候儿娶女嫁呀，家里放一堆和美美放糖果放茶叶或者放一些当做容器去用吧。那么这是它的来历这些都是纯手绘的呀。我讲一下制作过程那个时候都是纯手工的。你想想现在距今200年左右了，嘉庆1796年1736到1796 60年是乾隆在位，咱就说从1796年往后就是嘉庆了嘛，200年左右的历史了。这个东西制作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山上去取高岭土我们的那个先辈用大箩筐去筛，再用密箩筐细箩筐，最后呢再用特别更细的那种布包裹起来，在水里淘成极为细腻的细沙。你看它其实它磨损处你能看出来特别细致因为这个细沙再去淘得干干净净的弄成一个一个的泥饼或者泥块，放到那稍微阴干阴晾着会有一定的软度，然后呢以待制胚。这个时候呢就有这种陶车，那时候有陶车了，就是转的那种用手去拉胚就是它不是转起来了吗现在制陶的也是延续这个技术，但是手是伸不进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2块得分开做，先做底部陶车在那转，我用手捏着拉出这么一块来，上边再拉出一块来，然后呢2个再接起来拼成一个。那么呢再有人专门的修口修底，完全弄成形状了，专业的画师他分工不同就抱着这个罐子画。你说画的密密麻麻的，让我们现代人谁去画呀且得画一阵子了这一天画不了几个。所以说呢熟练的可能能画的比较流畅，画的快，那小工的话你一天都画不一个。你想想这个手工厉害了吧？这也是他贴画的原因之一，因为现代人不想去画了，太累了，成本都不够。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呢再有人去施釉。你想想如果万一画错了这个喜字那就废了，是不是再重新再弄施釉上边罩上一层釉，透明的釉则黄道吉日那个日子一定是好的祭天理地祭窑神拜火神，有专门的人再把它放到匣钵里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放到那烧的，把它罩到里面放到窑里面去放到窑里面去以后呢有专门的人去烧火，有专门的人看火焰看火焰那个温度保持在1300度左右你上下温度差的不能太多，如果烧的温度太低就烧不出来如果烧的温度太高呢，青花都能烧飞了烧没了，这罐子都能烧裂了。你想想那时候烧着这一炉东西简直是太难了。而且那个匣钵放到窑里那个窑里是个密闭的地方，放的地方不一样，由于温度不一样，它青花呈现的发色都不一样。这就说为什么挑一堆发色一模一样的青花很难呢？而且器型都纯手工的。所以说你买到一件老的东西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件东西，它就属于奢侈品，纯手工打造的奢侈品就跟马未都马老说的似的，你现在背个 LV 包，背个什么爱马仕你就觉着好，我这是奢侈品，其实那都是批量化生产的，这才是我们真正老祖宗的奢侈品目前来说的话你想想烧几天几夜烧完了以后呢再择黄道吉日，祭天理地祭窑神拜火神，开窑，然后把匣钵打开，百里南城712
我这说的都特别简单，其实实际比这个要复杂太多太多了。我这样一讲，可能大家就理解了。跟小哥知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艺术品得到全球人的信赖和认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是唯一一个没有断档的国家。咱们经常说4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只有中国前面没有加古，因为是我们上下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原因。很多人说上下5000年，那不是10000年吗？不是，这个上下5000年我也普及一下，它指的公元前、公元后2000多年，这样加起来是5000年，大家明白了。所以说呢，你像我说的4大文明古国前面都加古，因为古巴比伦呀，就现在伊拉克附近早就没有了，古印度也不是那个印度了疆土都不一样了。古埃及也早就没有了，现在的埃及也不是原来的埃及了，只有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我们的中国还是5000年原来的那个中国，你说厉害吗？所以说只有文化才能让民族继续强大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的魅力之处。我刚才讲工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多么来之的不易多么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哪有人说再去说这么用心的去做了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我们现代人喜欢明清，明清人喜欢宋元，宋元人喜欢战汉宋代人喜欢战汉，战汉人喜欢商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是纯手工用心去打造的，而我们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懒都机械化了，所以呢人文的东西就少了，匠气就少了，匠人精神就少了，这也是我们喜欢古董的原因之一。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哎呦，这个东西，看着了。哎呦，咬着咬着你，咬着，哎呦，这很好的，你看30，我这是。哎呦，吓我一跳我不来。你害怕它这个2斤多，3斤多是1斤多斤。点好了是吧？实际上这上班吧，他们没少来了。没少来，他们忽悠我，他们是个心理。实际上我跟你来一看见你这些事呢，你给我的钱不少，怎么事的？我来让你两个事儿吧这什么你什么你给我试的？他们我没给他。我说说，这该多少钱？他值这个钱吗？我一来我就看中了。你给我试的什么？往上那个缸里给你捞个好玩儿去。缸里还有宝贝有，说给你好玩儿是吧？你来过没少，他们多那点钱。他们来给你多少钱？哎呀，他们给我聊点不给你给的多，我别说给你了。真不赖。是吧？你都看出来了他们来了忽悠我。你什么给我试，我给你捞个好玩儿去。这茶叶不孬，你好好尝尝吧。我知道你爱喝茶。咱还是最后例行公事讲一下。这是中国最传统的寓意了，叫缠枝莲纹。缠枝莲是什么意思代表莲花嘛，和和美美，然后这个福寿延绵不断之意。在官窑上民窑上，特别是官窑上，都是这种制式，必须是8大码。看吗？乾隆年制4字青花款。有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下来都不敢相信，一件好的艺术品可能在历朝历代都把它当个玩意儿，所以保存的都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见什么苏富比佳士得有些顶级的东西都是感觉特别新我说了一件东西的新老千万不要看它干净程度有当旧程度，因为一件老的东西无论怎么干净也是老的，一件新的东西你就扔到茅坑里扔它半年拿出来它还是新的。我一看这个材质包括上边这个包装就是沙壳门，这就那个时候的喝茶的上边这个牛毛纹都非常非常的自然。所以说呢立马就拿下来。就是前年的时候我来过这个大手家，他这个村里有好多好东西我转了一圈收获也是不少后期的时候我跟大家慢慢的去分享。这简直就是太美了。咱们说青花瓷美到什么程度呢你明明知道它是单色的，但你看起来它这种层次分明的感觉，就跟人好像是彩色一样的感觉。这就说的没分五色，没分七色就这么漂亮我一眼就看上。爱不释手。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小奥那会儿下小奥来转悠转悠，
都不想走了，那种，哎，那种乡土的气息啊，然后那种淳朴的感觉，真的就不想走了。上好。我这家不知道，在俺家待多年了啊。这里边的东西呢？没有啊，人啊。就这样吧。啊。确实有年头了。但这很少见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里边东西是不是拿出来了？那没有。哦，没有拿过来。哎，你看看，刚才我看，指纳纹，你看吗？古人的手指头，近1000年的手指纹了，这还是个斗，还是个簸箕呢，估计是古人捏的时候。纹路清晰可见，这上边就等于古人都画押了的感觉。很多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怎么看着奇形怪状的，这东西叫蒲满。蒲满？哎，其实就是存钱罐的一种。你看，就是存钱罐，宋代的。宋代。哎，可惜了，这个要封着里边就全是钱，应该。对的，添钱的哈。是啊，你这个卖多少钱的呢？不卖啊，这孩子玩去吧。就是找我鉴定鉴定是吧？就是不卖孩子玩去吧，这个话，不卖。哎。博物馆才有那种东西。真不卖啊。就是不卖啊。真不卖的啊。行啊，你知道它是个存钱罐就行。咱们古人其实也挺过日子。你看，跟现在一样，把那个铜钱往里放，底下是封着的。对。那有可能不是你打对了，就那时候就有人打对了。哎，不知道怎么在咱家里传到的。对。真不卖。不卖。你看，跟小哥学收藏长知识了。蒲满，大家记住了，别到时候见了不认识。蒲满。哎，那您就好好保存。好嘞。到时候给留个碗是吧？别的没有了。别没有。行，那就这样。那该走了。地铁上经常见的时候，现在基本上就不多见了，存钱罐。所以说，如果我不介绍的话，后人很多都不知道这种东西了。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你下来收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是钱的事，人有时候不差钱，多钱都不卖，这很正常。随缘。